核潜艇是海军强国水下作战力量的核心，是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攻击型核潜艇既能为弹道导弹核潜艇护航，也能独立执行各种作战任务，更是海军大国的水下铁拳。在拥有核潜艇的6个国家里，有5个都拥有攻击性核潜艇，而攻击性核潜艇给外界带来的印象大多是吨位大、航速快，同常规潜艇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攻击型核潜艇都比常规潜艇大。例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红宝石级潜艇。视频正式开始之前，新来的朋友不妨点个订阅，既可以查看往期视频，也不会错过往后的精彩内容。红宝石级是世界上最小的一级核潜艇，也被称为袖珍潜艇。与美俄相比，法国在核潜艇发展的比较晚，而且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它首先发展的是战略核潜艇，这也与其坚持独立的国防政策、急需核威慑力量有关。直到1976年，法国才开始建造了自己的第1级攻击性核潜艇，也就是红宝石级。该级潜艇共建造了6艘，其中最后2艘为改进型。首艘红宝石号于1983年服役，后续5艘则于1984年到1988年陆续服役。原本计划建造8艘，不过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取消了建造计划。该级核潜艇的水面排水量为2400吨，水下排水量也仅有2600吨，这个吨位要比基洛级潜艇小太多了。基洛级潜艇的水面排水量为2350吨，但水下排水量将近4000吨，比红宝石级多了将近1400吨。艇身规格方面，前4艘原先都是72米长，而后2艘则为73米，后来前4艘也升级为了73米，舰体宽7.6米，吃水6.4米。这与世界上大多数攻击型潜艇相比，就仿佛患上了侏儒症。不过小自然会有小的优势，大型潜艇的不足是在浅水区变得无用武之地，而排水量不到3000吨的小型核潜艇却可以大显身手。要知道，法国是一个地中海沿岸国家，它的海军主要活动在地中海一带，而这一海域的许多海区都非常适合红宝石。红宝石级艇体结构上采用的是单双混合式，首舱和尾舱采用双壳体结构，其他艇体部分均为单壳体结构。指挥台尾壳为常规线型，两侧装有尾壳舵，尾部为十字形尾翼，具有较好的水面、水下航行性能及可操作性。动力系统采用的是一台 K48 反应堆，拥有无限的续航力，但由于艇体吨位太小，能够携带的补给非常有限，所以在海上连续执行巡逻任务的时间也不会太长，自持力一般为70天左右。由于体积小，红宝石级拥有着很高的水下航速，据估计最少能够达到25节，这可能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身为一型核潜艇，红宝石很有可能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的航速，不过最大下潜深度只有350米。该级潜艇的武器发射装置主要是4根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 F-17 MUD 2型鱼雷。该鱼雷由法国制造，是法国唯一一种线导鱼雷，重1410公斤，其中战斗部重250公斤，弹径533毫米，长5.384米，最大深度可以达到600米，最高速约65到74公里每小时。该型鱼雷可以识别大多数的鱼雷干扰手段和环境背景噪声，从而提升了命中率。除 F-17 MUD 2鱼雷以外，该鱼雷管还可以发射 SM-39 反舰导弹，该导弹又被称为飞鱼潜艇导弹，水下可机动转弯，可以经受住较大的海水压力。导弹在前进初段采用惯性导航系统，在飞行末段采用主动自导系统，弹重675公斤，装药量165公斤，采用固体火箭推进器加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巡航速度约 0.93 马赫，射程约4到50公里，巡航高度为3到15米，打击能力同样不容小觑。不过体积小带来的缺点也有很多，虽然该潜艇的吨位不大，但噪音却很大，这可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该级潜艇的内部舱室空间很小且非常拥挤，很多设备只好取消，例如现代核潜艇常用的伏法减震系统，而红宝石级就没有。根据法国方面的消息，由于吨位实在太小，红宝石级核潜艇甚至干脆连隔音板都没装，因此该潜艇的噪声水平甚至要大于苏俄的核潜艇。但是要说明的是，并非是法国的技术无法做到让潜艇更静音，而是红宝石级核潜艇吨位实在太小，很多隔音降噪的技术和设备根本就塞不进去，而且不仅仅是降噪手段用不了，由于吨位太小，红宝石级核潜艇所能携带的武器数量也是各国核潜艇中最少的，而且艇员的居住环境甚至比一向不注视人机功效的苏俄潜艇还要差。
在前4艘升级改造之前，艇首所采用的都是类似于法制阿哥斯塔90级常规潜艇一样的过渡线型船体，一直到了1995年才升级为水滴型。不过这么大的改进对于1983年服役的红宝石而言算是相当大的一次手术了。经过改进后，它的水下噪音大幅降低，其声呐制空系统也比较先进。该潜艇艇内采用了大分舱设计，从前向后共分为首部鱼雷舱、指挥舱分为3层，上层指挥舱、中层贮舱、下层蓄电池舱、核反应堆舱、主机舱、控制室及辅机舱。艇体耐压壳采用 HLES60 型高强度钢，壳板厚度为30毫米，可保证潜艇下潜到330米的深度，极限下潜深度350米。在2015年的一次实战演习中，红宝石级潜艇的2号艇蓝宝石号曾接近美国海军罗斯福号核航母，并模拟将其击沉。有意思的是，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海军曾想过引进红宝石级。在1987年加拿大国防白皮书中，他们提出希望引进技术建造加拿大级潜艇，增加自身的水下作战能力。红宝石级和英国的特拉法尔加级都在候选名单上。不过由于核潜艇的门槛高，只好在90年代引进了英国当时刚刚服役不久的末代常规柴电潜艇支持者级。支持者级也并不理想，在航渡回国过程中意外着火，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在2000年形成战斗力。不过在2021年，一则红宝石级潜艇发生火灾的新闻登上了热搜。2021年1月，蓝宝石级6号艇珍珠号进入法国土伦海军基地进行常规维护保养。按照法国海军的计划，这将是红宝石级攻击核潜艇最后一次定期维修作业，后续这型潜艇将陆续退出现役。不成想，这么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没有好彩头，确实让法国海军挺难堪的。大火持续烧了14个小时才被扑灭，不过后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自红宝石入役以来，已经过了近30年的时间了。虽然现在6艘红宝石级还在法国海军中服役，但梭鱼级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首艇叙弗伦号已经快要建造完成了，相信很快便会取代日益老旧的红宝石们。实际上，法国从1945年至今，一共仅发展了2个级别的攻击核潜艇，红宝石级是其发展的一个级别的攻击核潜艇，而用于替代红宝石级的新一代攻击核潜艇已经建造整整12年，并于近期刚刚开始海试，距离服役依然有一段距离。这个进展速度不免让人想到了拖延大国印度，所以即便是老态龙钟，红宝石级核潜艇依然要在延寿大修后继续支撑法国已经摇摇欲坠的海军攻击核潜艇部队，并且一直坚持到新一代核潜艇服役为止。好了，关于红宝石级潜艇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有介绍不足的地方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